艺术家的本质是创造，将生活中的感受作为基础，去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事物。通过 DIY 的方式来将我们的思想变为现实，这也是一种艺术。我想我们都可以成为生活的艺术家。嗨，各位，我是吴乙。在本视频中，我将继续分享卧室 DIY 部分的过程。如果你一直关注了我的 Home DIY 系列，你会看到我在前2期的视频中进行了客厅和厨房等部分的制作。现在我将全力的投入到卧室空间的搭建中。卧室空间的部分，我准备先着手飘窗的制作。这个部分堪称是我 DIY 环节中最艰难的部分，其难度主要体现在板材尺寸过大，自己安装的过程太困难，并且这部分包含了空调外机设备间的入口，需要考虑防风和防水的问题。在着手开始制作之前，我已经对这部分空间的制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。我想将这部分打造成适合喝茶、读书、富有禅意的空间。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温暖、舒适的包裹感。经过了1个星期的反复思考，最终我确定了想要的形式。下一步，我便在电脑中将它的模型完整构建出来，确保设计尺寸与现场的场地精准匹配，以便之后可以1比1的还原。制作飘窗的第1步便是拆除。我借助撬棍来一点点的拆除已经老化的设备间门框。这扇门尽管刷过了油漆，却早已由于受潮弯曲变形，基本无法正常使用。接下来我会需要对飘窗所需要的板材进行加工和裁切。在最初用电锯切割时，由于我忘记了连接吸尘器，导致产生了大量的木屑。为了使切割的边缘整齐，我会在切割的位置先用纸胶带粘好。这种木板属于胶合板，其纤维排列和实木板不同。若不先用胶带进行粘贴直接切割，极易造成边缘破损，会严重影响美观及板材的完整度。此刻我正在制作的是放置空调外机的设备间门。我的设想是使用2张18毫米厚的海洋板来作为材料。我会在经切割后的板材上刷上一层木工胶，然后用夹具固定1个晚上，使2块板材结合成一块足够厚实的门板。第2天，当板材已经粘合好后，我会在需要安装门锁的位置先用笔进行精准定位并标记出来，接着用电钻在需要掏空的位置连续钻出多个孔，再用木工凿子将其一点一点的凿开。这道工序着实有些费劲且繁琐，需要足够的耐心去反复调整掏空部分的尺寸，但唯有如此才能做出合适安装锁具所需的孔洞。若是有合适的电动工具辅助，操作起来会便捷许多。当所有基础材料准备就绪时，下一步便可以开始安装了。首先，我用废料制作了一个小木方当做支撑结构，因为顶板的尺寸达到了2.7米乘0.92米，十分的沉重，在我一个人安装时极为吃力。安装前，我先将木板的一侧卡在木方上，并将其背面喷上发泡胶，然后另一侧在抬升后用木板支撑住，作为临时的固定。实际上，在安装前，我已经在结构顶面和木板对应的位置预先打好了孔，方便安装时用膨胀螺丝来进行安装固定。通过发泡胶与膨胀螺丝的双重安装方式来将木板顶面固定好。在顶面安装完毕后，我会用结构胶来安装飘窗的顶板。下一步，我要将设备间门的锁具安装到位。这把锁挺有意思的，是单面嵌入式锁具，只能在室内用钥匙打开。安装完成后，从室内的角度只会看到一个圆形的钥匙孔，属于隐藏式的设计，这样就不会因为锁体部分的外露而打破整个飘窗空间材质的完整感。在设备间门的合页部分，我采用了天地轴的形式，它的主要优点相较于传统合页在于隐藏性更好，在室内看不到门的合页不会影响整体感，这与选择锁具的出发点一致。最后，在将门安装好以后，我会在外围安装一圈木条，通过木条与门的紧密配合，形成防风隔音的作用。在木条与门的缝隙处，我也会用密封条来进行2次密封，以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将这部分都安装妥当后，
接下来我会依次将飘窗的其他部分安装到位，待所有部分都固定牢固后，我会在整个飘窗木板的表面涂抹一层木蜡油。浅色的木材只有涂抹木蜡油后，才能展现出它原本的颜色和质感，那才是它最有魅力的时刻。最后将置物架和吊灯安装好之后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卧室空间的布局，我选择将床头靠在远离卧室门的一侧墙上，床对面设置柜体，用于存放杂物和卧室用品。在床头位置设计了一个通长的装置，既可以摆放收纳物品，又能统一空间视觉。床头部分是由4段组成，其中这3个部分的盖板是可以进行翻折开启的。内部空间可以用来存储一些小型杂物。它从飘窗的位置一直延伸至另一侧的衣柜，串联起了整个卧室空间。第一步，我先将这4部分所需的板材切割好，然后组成一个个的单独柜体。我在其中一个部分的框体上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小设计。这个宜家的落地灯已经跟随了我好多年了，我想在这个家里给它继续找一个能够发光发亮的位置。于是我将落地灯的主体部分与底盘拆分，通过固定光轴用的底座配件，将灯杆固定在框底上，将这个宜家的落地灯变成了我独一无二的床头灯。黑胡桃木的部分是不能打开的，它是一个固定好的框体，用来作为后背靠枕支撑的部分。最后将这些框体依次安装到墙面的木龙骨上，通过木龙骨使其稳定牢固地安装在墙面上。床两边的开关和插座刚好也可以收纳在两边的框体中，翻折的木板可以根据使用的需求来灵活运用，这样既能满足使用的功能需求，又能达到隐藏效果，不会破坏床头的整体感。我对所有的表面孔位都是做了这种沉头的方式。当最后安装完成时，将与面板相同材质的木哨钉用木工胶固定进去，这样就能完美的隐藏起固定孔位的痕迹。再来说说床架的部分，床架这个部分是根据我自身的需求进行量身设计的。床架的尺寸为2.05米乘1.6米。床的框架部分我用了30毫米厚的海洋板，其他的部分则采用了18毫米厚的海洋板。我将整体的功能分成了3个部分，主要是基于2个需求来考虑，其一为储存需求，其二就是因为这个小胖子晚上也在卧室休息。若采用传统床下带有储物空间的床型，对于他来说空间会非常受限，仅留下了床的2侧和前面过道，所以我对床下的部分进行了动线的设计。在他的视角下，床底可以形成回游式的空间，可以方便他平时在地面自由跑动。床尾的部分我考虑了书籍收纳功能，将部分书籍放置于此。中间的部分则考虑了储物需求，用于存放一部分日常换洗的床品和被褥等。整个床体的承载面，我打算采用格栅式的设计，这样具有良好的透气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制作过程。首先，我将制作床架所需的板材进行了打磨。当表面用手摸起来感觉非常顺滑的时候，说明我可以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。接下来要制作出床的2个储物抽屉，我先将主体部分的盒子组装出来，然后将抽屉的面板用夹具固定在准确的位置，再用螺丝将2个部分连接在一起，最后在抽屉的底部装上了4个滑轮。抽屉制作完成后，我便开始制作床尾部分。我现在需要在进行的拼接板材上用电钻钻出对应的孔位，钻头上的限位器确保我可以让每个孔位的深度保持一致，板与板之间插入木榫，然后将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，随后通过螺丝在边框进行2次固定，确保床尾框架结构稳固。在进行最后一步之前，我将已经制作完成的床架部分进行了组装。在所有支撑部分的底部，我都贴上了隔音海绵，它能起到缓冲摩擦的作用，防止床与地板强烈摩擦产生划痕。将床头板固定到墙上，然后将床的框架依次组装出来，用大型角码对结构进行加固。最后是制作床体中间用来承载的部分，一共11块木板，保持相等的间距排开，依次用螺丝固定到床架上。床架上会外露的连接部分，
我都采用打孔后拧入螺丝，再用木烧钉封堵的方式。如此一来，放上床品后，表面上就看不到外露的螺丝钉了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短短2天我就把这个床架搭建完成了。前期设计的时候花费了我挺长的时间，大概得有几周吧。但可能也是因为我前期准备的时间比较充分，所以说在整个搭建的过程中很顺利，就是很像是在拼一个大号的模型。最后一个制作的部分是床头柜，我希望这个床头柜整体呈现出一种就是简洁的感觉，在与整个卧室环境契合的同时呢，它自己就是每一个部件的连接能凸显一些构造感。所以我使用了厚度为30毫米的海洋板来制作出上下2块面板。中间的支撑结构，我选择用6片金属板组成格栅的形式来作为支撑。板材上，我选择用5毫米厚的不锈钢板来作为材料，然后与木板结合在一起，形成 C 型结构。不锈钢板是我在电脑上用软件设计好后，根据所需尺寸直接订购的，上面的孔洞已经预先打好。这几块金属板是通过上下2根金属轴串联起来的，每块金属板之间都用相同尺寸的不锈钢套筒进行分隔，最后在两边的金属轴上用限位器来进行固定，然后将木板台面与金属架组装在一起。完成后的床头柜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进行使用，上层的台面可以用来放置睡前所需的一些杂物，下层的台面则可以用来摆放一些其他的杂物。我觉得舒适的设计就是在功能上贴合自己的习惯，在形式上贴合自己的内在审美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或许无法掌控所有的变量，但至少能够打造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角落。所谓治愈，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在琐碎中凿出一道缝隙，让光能够透过缝隙洒在身上。所谓理想的家，也不过是把狼狈的日子一点点掰开，揉进勇气与希望，再慢慢组装成能接住疲惫的容器。家的魔力，或许正是在于它永远比房子多一颗心跳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非常感谢，很高兴能够跟你分享我的 DIY 过程。本期视频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了，未来我会努力更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关注，我非常需要你的支持。同时你也会在第一时间看到我更新的视频内容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说的话，或者说想问的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我会尽力回答的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